看来，这是美国下一步要强力插手中东地区的决心和计划正在落地的步伐。中东地区未来为矣。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在弹丸小国黎巴嫩修建超级大使馆，美国想干啥？中东未来为矣。黎巴嫩这个国家我比较熟悉，因为我是中国驻黎巴嫩首期和第二期维和部队的指挥长及中国营营长，全程经历了2006年夏天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直到2007年10月才回国。黎巴嫩的面积只有10452平方公里，人口却有607万，属于土地狭小、人口密度很高的国家。但想不到，美国竟然在黎巴嫩修建超大面积的大使馆。美国的这个使馆有多大？占地面积17.4万平方米，直观点说，超过21个足球场，是美国总统府白宫面积的2.5倍。看起来就像一座独立的城市，引发黎巴嫩媒体和民众的不满。对比一下，中国驻黎巴嫩的大使馆面积有多大呢？我的记忆里大概不到半个足球场。21比0.5，足见面积差距有多大。黎巴嫩总统府总理府的占地面积大约也只有美国新建大使馆的1/5。现在问题来了，首先，黎巴嫩虽然有600万人，但常驻黎巴嫩的国民也就是300万左右，有那么多办理签证的人吗？美国需要那么大面积的大使馆吗？其次，黎巴嫩是一个典型的弹丸小国，美国与黎巴嫩的外交事务几十个人就能完成，中国与黎巴嫩关系更密切友好，中国大使馆也就几十个人。美国修建面积庞大、建筑物密集而庞大的大使馆，这是想要干什么呢？一个大的足球场就能容纳观众10万人。从美国在建大使馆的占地和建筑物来看，再加上地下室，美国这个占地21个足球场的驻黎巴嫩大使馆，应该可以安全容纳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美国这是要干啥？现在我们来看看黎巴嫩的地缘战略价值就明白了。黎巴嫩位于地中海东岸，北边和东边与叙利亚相邻，南边是以色列。叙利亚是美国在中东的死敌之一，该国迄今还在打着持续了10多年的内战，就是美国收买叙利亚反对派，组建反政府武装打起来的。而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和弃子，由此就能看出，美国在黎巴嫩修建如此庞大的使馆，功能绝非限于使馆，而是以使馆为名义，冲着建设一个情报基地和军事基地而去的。美国人在黎巴嫩很不受欢迎，甚至受到敌视。这里有个历史案例：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美国明明是为了帮助以色列打击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却借口维和派遣部队进驻黎巴嫩。1983年10月25日，一辆卡车冲入美军军营爆炸，241名美国大兵身亡，上千人受伤。之后，美国军队撤离，从此再也不敢踏进黎巴嫩。世界战乱之地几乎都是美国暗中使坏挑起的，因此当地民众普遍憎恨美国。如果美国派遣维和部队，一定会成为袭击的主要目标。这就是美国现在不敢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派遣部队的原因。看来，这是美国下一步要强力插手中东地区的决心和计划正在落地的步伐。中东地区未来为矣。